哎，老秦，查怎么样？有线索了吗？第一现场应该是在市内的某家游泳池。游泳池？这尸体可是我们在潮白湖发现的。这个是在尸体口中发现的太阳草。太阳草一般生活在酸性水质当中，而潮白湖水库水质偏碱性。我提取了死者的胃溶液，发现其中含有大量的氯化物。这个剂量的氯化物一般用于泳池的大面积消毒。凶手应该不知道，潮白湖水库不可能生有太阳草。我猜这是他混淆作案地点的一个手段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调查重点应该转向室内游泳池？全市那么多家游泳池，怎么查呀？不怕多，只要有方向就好。嚯，零到20多个未接电话。喂，铃铛，我到了。菜都上齐了，这好饿坏了。婚礼上要用的视频看了吗？看。你抽空啊，还是看一眼吧。我知道你忙，但咱们俩的婚礼都推了2回了，家里人不知道什么情况，都以为我们俩有什么问题。咱们这婚到底还结不结呀？那搁谁不着急啊？我不是最近工作忙吗？我现在不是要一个特别铺张的婚礼，我就是想简简单单办个仪式，咱们能把这婚结了就行。行。各位来宾，各位亲朋好友们，大家上午好！非常高兴你们能够来到这山清水秀的地方，来参加这场婚礼。不过呢，咱们这新郎啊是个大忙人，今天呢在这百忙之中啊亲自来结婚。不，是不是有点漏啊？一点都不漏。哎呀，就是漏一点儿才好看呢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时间快到了，新娘呢？啊，您等等，我去给你找。快！好。你好了吗？稍等。哎呦喂，铃铛，真看不出来啊！你们家齐明穿着西装还挺帅的。你们俩收拾好了，我就去叫摄影师去了啊。怎么样？挺好看的。那就这件。行。喂。去忙吧。这不走了呀？
这个是签名册。死者名为刘文霞，今年35岁，可见处明显伤口。生前是山影相报社的一名编辑，与新郎王静大概在半年前订婚。瞳孔缩小。每一个人都有排查。是。新娘花。怎么着？这你也懂？我最近不是在筹备婚礼吗？哦。尸体有鲜红色尸斑，初步推测是中毒死亡，需要对尸体进行解剖化验才能确定是何种毒素。别说啊，这个现场布置的有点意思，仪式感很强啊。每当我觉得遇到的案子足够离奇的时候，总会有新的案子突破我的极限。凶手这么大费周章的把现场布置成这样，图什么？仪式快要开始的时候，我去化妆间找他，结果就你最后一次见到死者是什么时候11点半，我帮他盘好头发，我就出去忙了。全身皮肤呈脱水状，嘴唇和指甲苍白，可以排除外伤和机械性窒息。金哥，这个这是纹身洗掉的痕迹。怎么还有人戴这个？这是个习俗，婚礼戴上它，图个吉利。我很抱歉，你现在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。不过有几个问题你必须回答我。在婚礼现场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？内脏器官有血水肿，心脏外膜和两肺已经有肿胀出血，心血分离，颜色呈暗红色。像我们这种做婚礼的呀，也只是租赁给客人场地、餐饮，对于他们怎么布局、怎么布置，那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。哦，对了，警察同志，您看看，我们挂满了监控摄像头，绝对没有一丁点儿藏污纳垢的痕迹。哎，我问你，化妆间有监控吗？没。胃肠道内有淡黄色液体，伴有红色沉淀物，拿去化验。调查结果显示，死者摄入的毒物并不是市场上的常规成品，而是由下毒者自行调制而成。死者皮肤、嘴唇还有指甲均呈现苍白色。能不能分析出毒物是怎么调配的？药物进入体内，经过代谢，已经无法判断其原始成分。但经过化验其胃中残留，我们发现是生活当中常见的化合物，并没有任何毒性。因为这个毒物是在婚礼当天发现的，所以我暂且把它命名为“血色婚礼”。这些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线索。换下一组图片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注意图片中的这个图案。这个图形频繁出现在案发现场，我们称其为六芒星，是一种古老而神秘的符号。当然了，在国外它还有另外一种称谓，叫做所罗门封印，代表着男性原理与女性原理的合一。一些正统的犹太教派的人士呢，反对使用这个封印，因为它和魔力、神秘学有关。综上所述，我认为本案的凶手一定和某种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死者家属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正在调查，目前还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。六芒星、蜡烛、新娘花。想到什么了？我怎么感觉好像似曾相识？我曾在一个卷宗里面看到过相似的案子。来，泡面呢？哎，给我也泡一个啊。好嘞。老钱，啊，
新情况，刘文霞婚礼那天啊，有个叫孟乐的人不请自来，是刘文霞同事。他最近正在写一篇关于婚姻和爱情的文章，取材啊，就是15年前那个真实案例。大宝，哎，嫂子来了。大哥，琳达，来了。哎，婚礼怎么样？只要没到那一天啊，总有忙不完的事儿。对。有饺子，一起吃啊。不了，谢谢。啊，饺子。早上太忙，没有给你做饭。饿不着。空了，咱们把婚纱照拍了吧。那家影楼很火的，要是错过了又得等1个月。看啊，我挑了这种，还有这种。问你意见呢，你倒是说话呀。你刚刚说孟乐写的那篇文章，当事人是石静吗？好，你过来看。陈立明，他的新娘石静在自己的婚礼上中毒死亡，而死亡现场同样出现了金色蜡烛、新娘花和流氓星的图。走。把饺子带上。孟乐，方便聊2句吗？什么叫不请自来呀？我和文霞关系挺好的，我们只是因为公司升职的事情发生了一点不愉快。刘文霞结婚请了全公司所有的人，唯独没有请我。我之所以过去，就是因为想跟她缓和一下关系。据我们所知，你最近在写一篇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文章。是。这个真实的案例没有对外报道过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采访了陈立明。你见过陈立明？见了，我是因为要搜集资料，所以见了他。也就是说，你非常的清楚，案发当日的现场和15年前那个案发现场是一模一样的。知道一些。那为什么在问讯当日，你没有实话实说？当时现场情况太乱了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真的？好吧，谢谢你的配合，希望下次再想起什么的时候，能主动联系我。你有宗教信仰吗？没有啊。吃饭啦，快点。今天我挑了这2种，这种给朋友，这种给家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都用好了。那么婚戒定什么时候啊？随便。你真的。好吧。我吃完了，你慢慢吃，一般晚上走不来吃。喂，等会儿。你让我查那个分子式，我查到了，是陈立明研制的一种新药剂。他妻子死后啊，整个研发就停止了，
警方一直认为陈立明是最大的犯罪嫌疑人，可是他有完美的不在现场证明，所以那个案子就成悬案。那他杀人动机呢？动机不明。他妻子死后，整个人就崩溃了，进了精神病院。我问过医院，医院说5年前他就出院了。哦，他在医院的时候啊，经常自言自语。我认为这2个案子相似点太多了，应该不是单纯的巧合。凶手找到了吗？当年你妻子石静的那个案子细节你还记得吗？记不清了。这个案子至今没有结案，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。你觉得，我是说，你觉得，谁是杀害你妻子的凶手？不知道。这个分子式，你见过没有？没见过。前段时间，是不是有一个叫孟乐的记者采访我们见过孟乐。据孟乐说，他从你这里采访到一些关于那个案件的细节。记不清了，记不清了，记不清了。你说，这个陈立明不是装疯卖傻吧？他还有亲人？有一个姨妈。我要不要？啊，宋主任，你好，谢谢。那里面好嘞。立明出院以后啊，这精神比以前好多了，可就老闷在家里，不出门，也不爱跟人家说话。阿姨，他出院这1年多，有什么反常的行为没有？还好吧，就是老一个人，嘀嘀咕咕的说什么解脱呀、诅咒什么的。你看，就因为那个事儿给闹的，要不然现在孩子都上中学了。 15年前婚礼上那场命案，您在现场？在呀，我还带着我外甥啊当花童呢，当时把人家孩子给吓的呀，别说一个孩子了，我现在想起来都瘆得慌。阿姨，就是陈立明最近有和什么人接触过吗？你们是知道的，他那性格孤僻，哎呦，别人要是知道他进了疯人院，躲还来不及呢，谁来找他呀？对了，你们2个是不是还有很多问题没问呢？要不到我们家去，我慢慢跟你们唠。没有了，都问了。 谢谢。那有什么事找我啊？哎，再见了哈！哎，拜拜。好嘞，谢谢。哎，等着。孟乐，从陈立明那儿了解到15年前的案子，不仅自来的出现在刘文霞的婚礼上，刘文霞又以同样方式死亡。你怀疑孟乐？
回去我想再看一下陈立明的卷宗。我查过卷宗，刘文霞婚礼上出现了四天路、手捧花，还有金蜡烛。啊，当然了，这作为一般婚礼来讲很正常，可是它跟15年陈立明那个婚礼上出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而且我问过酒店经理，他说这些东西啊都是客人自己准备的，所以我认为这两个案件一定有必然联系。下班时候有时间吗？陪我去婚庆市场买东西。忙嘛？啊，忙的婚纱照没时间拍，婚纱礼仪没时间去。现在倒好，这体力活也全让你一人干了。你说你要这老公干嘛使？啊，公安局没他还破不了案了，是不是？你不懂。啊，好，我不懂。你说。你干嘛非得把自己逼这么紧啊？这婚礼晚点办不行吗？我们婚礼都拖2年了，家里人跟催命似的。再说了，这次日子都通知了，不能再拖。石信婚礼上出现的几样东西，15年前在刘文霞的婚礼上也出现过，只是供货商不一样。这到底是巧合，还是另有蹊跷？如果说15年前那起案子真凶就是陈立明的话，刘文霞这个案子，他的嫌疑就更大了。况且孟乐在刘文霞的婚礼上接触过陈立明，孟乐会不会是陈立明的帮凶？喂，我马上回去。哎，我说水手掌柜的。你们家铃铛一个人忙婚礼啊？名单在桌上，看看漏了谁。差不多全了吧？那你把周日的时间空出来哦。婚礼是周日，你又要加班呀？你怎么不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呀？我商量了呀，你让我自己定的。那你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吧。我说了，我给你发微信了。对不起。没什么，也怪我，怕打扰你工作，没给你打电话，发微信，以为你会看。你辛苦了。可是，这么着急，会不会太仓促？该办的我都办了，你只要来参加婚礼就可以了。咱们婚纱照还没拍呢，要不？影楼的预约早就过了，再约就是1个月之后。等你忙完，我们再补拍吧。你不会又想退后吧？我最近手头有个重要的案子，
我担心到时候抽不出时间来。金明，你到底？喂，喂，老钱，龙帆酒店又发生一起婚礼谋杀案。我马上到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自己看吧。秦哥，当时大家都在起哄，说让我表演个节目，唱首歌。可是我刚唱到一半，突然听有人喊小娇死了。那这么说，你们几个都是康小娇的大学同学，对吗？对，我们都是同一个宿舍的好姐妹。那在你们看来，谁最有可能杀害康小娇？马军，他一定有问题。马军？马军是康小娇的丈夫。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在一起。马军上大学的时候就瞒着小娇跟别的女人在一起。于强少让出血。那段时间，跟小娇的东西经常被偷，作业也经常被撕毁。虽然我们还不知道那个小婊子到底是谁，但肯定是他干的。那个小婊子藏得可够深的，当时我们全宿舍姐妹一起查了好久，都没查出他是谁。马军就是个渣男，警察同志，你一定要好好查查他。哎，老钱，你那边怎么样？现场已经勘测完了，尸体需要带回去做进一步解剖化验。林队，找到马军了。继续。你就是死者康小娇的丈夫马军，是不是你第一时间发现死者尸体的？你们两个在交往期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？没有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两个人在交往期间有没有出现过第三者？大宝，啊，怎么又是黛玉的红色腰绳啊？最近结婚都流行戴这个吗？内脏器官淤血之中，心脏外膜和两肺间有点状出血。这情况和前期受害者极为相似。我觉得这两起案件可以并案处理。等检验结果出来再说。喂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康小娇死于毒杀。金蜡、手捧花、四天路也出现在这个婚礼上。是4样，还有红色带鱼腰绳。我翻看了15年前的卷宗，当时的新娘许静，还有前起案件的刘文霞，都有相类似的红色带鱼腰绳。而且，我仔细研究了陈立明留下的分子式，我发现这几名死者，他们的中毒反应和陈立明的分子式有着重大联系。只是前2名死者
他们并没有出现口鼻出血反应，唯独康小娇鼻腔少量出血。会不会是3个死者体质有所差异？应该不是体质差异造成的，3者不同的中毒反应，应该另有原因。对，你看这个。陈立明，我们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讯，你需要如实回答我们每一个问题。为什么你会出现在马军和康小娇的婚礼上？我为什么不能出现？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有人邀请我去。谁？马军。为什么？我是他表哥。案发当时你在哪里？在婚礼上。说具体地点。礼堂。和谁？马军。你们在做什么？聊天儿。陈立明，康小娇的死亡现场和15年前石静的死亡现场一模一样，而你都出现在这2个现场里，这难道是一种单纯的巧合吗？15年前，我是新郎，必须在。15年后，我是马军的表哥，也必须在。陈立明，我听得出来，你的态度是不想配合我，但是你也必须清楚，就算你不配合我们，这个案子早晚也会水落石出。我也在等你们给我一个答案。一听他说话就知道，故意不配合。那你觉得他的话可信吗？可信不可信，现在不好说。不过确实有他不在现场的证明。他和孟乐之间，你不明天结婚吗？怎么人还在这儿呢？我想帮你。回家，回家。他的只是准备婚礼，这儿的事交给我。啊！回来了。你一个人准备这么多东西，辛苦了。
总算都准备好了，明天就该结婚了。明天呀，你就安心当你的新郎。对了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啊？你给我过来。一下，把眼睛闭上，不许偷看。等我一下。可以了。我说可以睁开眼了。哎，有模有样的哈。像啊。老钱，啊，恭喜新郎官帅啊！嫂子好。今天结婚，什么都不许想，踏踏实实做新郎。就是。走。来哥，你好，进去了。请。哎呦，今天才像话吗？我还担心这婚礼上见不着你呢。怎么着，没案子啦？谢谢你。哦，客气什么？你媳妇儿昨天给你准备的礼物怎么样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什么礼物啊？玉呀！哎，我们可是选了好久才买到的。什么玉啊？哪儿呢？我用红绳贴好，挂腰上。好了，我们要补妆了啊，来不及了。怎么又是黛玉的红色腰绳啊？最近结婚都流行戴这个吧？哎，新郎官，您可是大忙人啊，这几次彩排都不在。走吧，快点，我们过一下婚礼流程。我跟你说啊，首先将有一个司仪讲话，司仪讲话之后呢，将是新人登场，将是准婚人讲话，将有一个婚礼发现，将有一个父母讲话。金蜡、新娘花、丝天同样出现在这个婚礼上。之所以还有红色黛玉腰绳。现场交接仪式，这婚不能结。铃铛。他说去卫生间了。今天的目标可是秦主任啊，一定要给他喝好了，平时压力那么大。在不在里面？铃铛回来没有？铃铛丢了。你们几个守住酒店所有出口，其他人挨个房间找。
找到你了没有？我还在找。我刚才看到陈立明了。什么？你在哪儿？不知道我在哪儿。喂，喂。清明，领导，领导，你没事就好。怎么了？陈立明没有伤害你吧？陈立明是谁？在这儿啊，我找半天了，婚礼快开始了，走啊！请问，您的先生是秦明吗？是啊，您是？我是来正在调查的一个案子的当事人，我有急事。先生，今天是我们办婚礼，有什么事儿明天找他。不行，必须是今天。先生，我知道你很着急，我也很着急，我等今天已经等了一辈子了。我只是想要一个简简单单的婚礼，简单到只要他今天陪我，把他让给我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不，你今天会死的。刚结婚，怎么闷闷不乐呀？我们不去度蜜月了，这婚礼可把我累够呛了。再说了，院里还有一大堆工作等着我。哎呀，都一样。我们家那位跟秦明一样忙，我要是指望他，我这辈子都别想出去玩了。要不，等我忙完这段时间，我们俩一起出去。真的啊？哎，等我回去就订票。这次啊，就咱俩去，不带他们。就这么定了。
是啊，没出事。陈黎明找到没有？没找到。昨天那么乱，我们担心铃铛，都找铃铛呢。那传唤陈黎明啊！嫂子又没什么事儿，什么理由传唤他呀？我婚礼上怎么什么也没发生？什么意思？你还想发生点什么呀？林队，干嘛？陈立明来了，说想见专案组的人。今天来，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说吗？诸位，麻烦大家都出去一下，让我们聊聊。你为什么会在我的婚礼上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想了解我妻子死的真相，做了各种调查，但始终没有结果。你们的出现让我有了新的希望。我想了解案情，我就来公安局找你。他们说你正在举行婚礼，我就去了婚礼的现场。那你为什么要走啊？因为我看到了你的妻子。说不定我的妻子就死在我们的婚礼现场，就在前2天，表弟的妻子也死在了他们的婚礼现场。有人在婚礼现场抹上血，你知道吗？这可能都是巧合。这不是巧合，我都看见了。蜡烛、鲜花跟案发现场一模一样，你的婚礼就是个现场。陈立明是谁？对不起，是我为了这个案子，我整整的等了15年。我以为我能走得出来，但是到最后发现我根本走不出来。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了解案子的真相。这案子一天不破，我就一天走不出来。警察同志，我只要一个答案。喂，哎，是我。干嘛呢？吃饭没？没有。你有事儿吗？我还在忙。没什么事儿。哦，你今天做的中饭有点咸。对不起啊，最近太忙了，没时间做饭，点了外卖。是外卖，怪不得我还想。我先挂了。哎，人无信而不立呀！你知道人要立足于这世上干最重要的什么吗？
床戏。老林，大宝，您吃面呢？我知道你们还在误会我，可那天婚礼上发生的一切，真的和我没关系。秦明什么人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全世界都怀疑你，我一定站在你这一边。可关键是现在我怎么想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家铃铛怎么想。你说你一天到晚工作那么忙，人家说什么了？啊！但是现在人家误会了，误会你在人家婚礼上拿人生命安全开玩笑，你对得起人家吗？你最起码是不是得有个态度？现在给人打个电话安慰安慰人家，哄哄人家，说点什么？那都是巧合，那东西真的不是我买的。我现在说的不是这个问题，我说的是你的态度。你最起码要哄哄人家，给人打个电话道个歉。我有个新的发现，可能一开始我们思路就错了，我们把3起案件并案处理，而其实根本就是独立的案件。不是，可是3起案件中出现同样品牌的蜡烛、新娘花、酒水、黛玉的红色腰绳，这个怎么解释啊？那是领导买的，我们城市不大，婚庆公司也不多。那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呢。血丝婚礼这个药剂是陈立明独立研发的，如果说这不是一个人干的，其他人怎么可能得到这份药剂名单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今天领导带的饭有点咸，因为不是他做的，是外卖。同样一道菜，不同的人做，味道也截然不同。下毒也是一样。这3个人死亡状态略有差异，就是因为药物成分比例不一样，所以可能不是一个凶手。不是一个凶手。有没有可能是陈立明自己调配了药剂比例呢？不可能。昨天晚上我看了陈立明给的资料，这个配方说明陈立明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，他不可能随意更改药物成分比例。可是我们也没办法从死者的胃液中提取出毒液的成分。我们只需要在全市找到具有相同成分的药物。我马上安排这个事情。我们先要找孟乐。孟乐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孟乐手上看到了一个纹身，而刘文霞手上也有一个被洗掉的相类似的纹身。这个图案熟悉吗？这么看就认识了。现在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？我和文霞交往过，但是后来他决定和王静结婚，我们就断了。你为什么想起15年前的案子？因为文霞跟我说过，我觉得那篇文章挺有噱头。之所以采访陈立明，也是因为想知道一些细节，增加可信度。可是刘文霞怎么会知道15年前的案子？我只知道刘文霞采访过陈立明的妻子石静。这是我找到的一些资料，希望对你们办案有帮助。谢谢。如果刘文霞接触过这个药剂，那么她身边的人是不是也会知道这个本方？走，我想到一个人。我们已经找到杀害你妻子的凶手了。
真抓到凶手了，警官，到底是谁杀我妻子啊？之前你有怀疑过你妻子刘文霞？啊，没有，我们感情一直挺好的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杀害你妻子的凶手跟他关系应该十分的密切，可以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他下手，而且他也应该知道刘文霞在大学期间采访过一个叫石静的女人，这个叫石静的女人也死于自己婚礼现场，而且死亡环境跟刘文霞的死亡环境十分相似。这是一份你近期多次往返于医院，该取用的处方药的清单。解释一下吧。他自找的。我对他那么好，他背着我跟别人乱搞，我知道他们断了，可有什么用？我过不去这坎儿啊！我只有杀了他，我才能解我心头恨啊！你具体是用什么方式杀死刘文霞？他曾经采访过一个叫石静的人。我在他采访的资料里无意发现了一个药剂配方，我就拿着那个配方，到药店配了几种类似的药，我就把那个药放进他喝的茶水里边，一次的骗他喝下去。我就把现场布置成和那个案子一模一样。在你的婚礼现场出现了金色蜡烛、新娘花、四天鹿，是你刻意布置的吗？我随便买的。果然只是巧合。案子正在节骨眼上，今晚尽量回去。得到消息的途径有很多种。孟乐既然可以从刘文霞的采访中得到15年前那个案子的信息，那么凶手一样可以通过任何其他途径得到15年前那个案件的信息。陈立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场婚礼上？因为他是马军的表哥。我查阅过当天来访者的名单，陈立明的姨妈也出现在那场婚礼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她不光是陈立明的姨妈，同样也是马军的姑妈。15年前婚礼上那场命案，您在现场？在呀，我还带我外甥啊去当花童呢。怪不得陈立明的姨妈说带着外甥去给陈立明做花童，那个花童就是马军。照片中的这个男孩是你吧？想必你应该知道陈立明的妻子石静是怎么死的吧？为什么康小娇的死亡现场会和石静的死亡现场一模一样呢？我不知道。是，婚礼当天我是在现场，那画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当我看到小娇以同样的方式被害之后，我特别害怕。为什么时至今日你在说这些话？你在刻意隐瞒些什么？你在怀疑我吗？我和你说了，我不知道凶手是谁，我也不知道他的动机。我和小娇从大学谈恋爱一直到结婚，我从来没让她受过一点委屈。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杀害她？
据康小娇的同学们指证，你曾经在与康小娇谈恋爱期间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经历。案发当日，我曾问过你一个问题，你并没有回答我。今天我再重新问你一次：你与康小娇谈恋爱期间，是不是出现过第三者？没有。从我们俩好第一天开始，就不断的有人在背后诽谤造谣，说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。小娇每次都因为这件事跟我吵架，直到婚礼当天我妻子被杀，我都不知道是谁。你不是相信他们说的话吗？那你告诉我，这个第三者是谁？他才最有可能是杀害我妻子的凶手。来，起。林队，值得庆祝，确实值得庆贺啊！诸位，本次案件能够顺利侦破，大家全都功不可没。但是最大的功臣应该是，起名。主任好。诸位，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，由于我们这2个案子接连的侦破呢，15年前那起悬案也有了进一步的进展。赵楠已经交代了，他就是之前婚礼上那个花童。并且现场装毒药的那个瓶子，就是他带走的。15年前陈立明结婚的时候，我在新年化妆间里捡了一个漂亮的小瓶子，觉得好看我就偷偷藏起来了。后来我听说婚礼上死人了，我不知道这件事和那个小瓶子有什么关系，就把那瓶子偷偷藏起来。长大以后，我隐隐听说石静是被毒杀的，我就猜出来了。那个小瓶子里装的就是毒杀石静的毒药，我就把它翻出来了。所以康小娇体内杂质不多，鼻腔少量流血，是因为血色婚礼长期封存，难免变质，药效也随之发生改变。林队，有一点我不明白，这赵楠为什么要杀康小娇啊？还有，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？自从赵楠第一次见到同为花童的马军之后啊，他就认定马军是他这辈子要嫁的那个男人。那时候我们还是小孩子，可是我第一眼见他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他。后来我们居然在大学校园里重逢了，我特别高兴，我以为是我的诚意终于感动了上天，换来了这次重逢。可是他都不记得我是谁。康小娇死了，马军就会和我在一起。所以我决定在婚礼上杀了他。我把毒药混在饮料里，骗他喝了下去，然后按照15年前的样子离开了现场，想伪装成连环杀人案，好为自己脱罪。他认为康小娇是他和马军之间的一堵墙，只有康小娇死了，他才能和马军过上幸福的生活。这想法够变态的。行了，不多说了，今天晚上全队出去聚餐，我请客，提前跟家里请假，听见没有？那我不去了，你们好好聚。
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世界上竟然有那么多奇怪的巧合？就好像15年前那起案子，一个小女孩在一场婚礼上偷偷地拿走一个玻璃瓶子藏了起来，却无意之间造成了一起悬案。15年之后，又是这同一个瓶子，成为了另外一起凶案的重要凶器。赵楠在凶案现场拿走了装有毒物的药品，可为什么杀害石静的凶手把证据留在现场，没有拿走呢？我答应过，要还你个真相。你妻子被谋杀一案，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。我和你说的，都是我的个人推断。你想听吗？你可能不知道，你妻子在认识你之前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对西方小众教派进行研究，把资料发到网上。有个叫刘文霞的大学生，为了完成大学论文，辗转找到石静，想向他了解西方小众教派的情况。一开始，石静只是因为工作和好奇，但随着研究逐渐深入，他开始沉迷。他认为，只有新娘在婚礼当天献祭自己，才能获得解脱。所以我判断，石静是自杀。你说什么？石静是自杀？我们是相爱的，她为什么要自杀？你别着急。根据我们对刘文霞手稿的判断，石静生活的并不幸福，而且杀害康小娇的凶手，也就是你们婚礼当天的华佗，他亲口承认，15年前在凶案现场拿走了装有毒物的药瓶。如果石静真的是被谋杀的，那么凶手为什么把物证留在现场？我不讲清楚这些，你出去，你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你说的不对，是我杀死了静静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是在找凶手，就是为了逃避这个事实。对不起。是我一直在沉迷工作，忽略了他的感受。静静，是我把你逼上了死路。你是因为我才自杀的啊！